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在人间收官铡场，赵丽颖内心戏封神，观众泪崩喊续集。徐天把药扔进河里，选择将贾小朵锁在心窝。赵丽颖在人间中演绎的人格分裂大作，用炸裂演技揭开现代人内心的拔河战。周一围的阴郁医生，葛正的无声爆发，每个眼神都是刀尖上的舞蹈。赵丽颖的新剧在人间终于收尾了，观众们纷纷感慨，刚摸到门口就被锁上了。老实说，这个剧可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爱情偶像剧，而是属于那种前卫的有点离谱的人格分裂大作。不少人说看了好几遍才搞明白，咋说呢？内娱居然能拍出这么有深意的剧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到最后，徐天把医生给他的药全扔了河里，他决定不让贾小朵消失，而是把她锁在心窝里。徐天脑瓜子里有一大堆小人儿，就是天天无法碰到他心头好贾小朵，他对现实世界完全没兴趣。我一会儿就把你藏得严严实实，保准没人知道。镜头慢慢靠近，男主那短暂的神情和眼神，真是让人心里一阵揪心。瞧完最后一集，许多人都愣在那儿，纷纷吐槽这部剧真是太有劲头了。在这压力大的象山的社会里，越来越多人心里都有个叛逆的小妖怪，时不时跟真实自己来一场拔河比赛。大家都晓得，这种动脑筋又短小的剧对演员的表演功夫考验可大了，因为要在短短时间里把角色搞得活灵活现。看过这部剧的网友们都说，这三位演员真是把演技练到家了，找不出一点瑕疵，简直厉害。女主贾小朵的扮演者是赵丽颖，这姑娘其实是徐天脑子里的一块拼图，是他心里最想要的那种灵魂。赵丽颖在里面没啥花里胡哨的打扮，人物的个性主要靠她的眼神和台词来体现，但每次她出场都是霸气侧漏。特别是剧里赵丽颖和周一围那段火药味十足的对峙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赵丽颖被镜头对得不要不要的，快要崩溃了，眼里那股儿惊慌和害怕简直让人心疼。紧接着左右眼泪水开始下雨，场面相当感人。瞧赵丽颖这一路走过来，从当初那个稚嫩的陆贞传奇，一路升华到的花千骨，简直就像开了挂啊！再讲到第20条，她一次次挑战自我，简直是个内心强悍的不凡演员啊！零差评的还有个家伙，就是演医生的周一围，特稳重，特低调，这跟他在生活中人的样儿还真挺像的。周一围来了一头利索的寸发，还真是换上了副大眼镜，感觉像个书呆子。他那副冷冰冰的脸加上阴森森的气氛，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看完这部戏，你可能连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都搞不清，真的是神秘兮兮的，让人忍不住发挥想象力。周一围的演技可不是第一次被捧了，之前在一档综艺里，国际影后章子怡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，夸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。这家伙真是个劲爆演员，力气大的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吃了火药。最后一个就是演徐天的那位，名叫葛正。在剧里这个角色是个哑巴，他的内心戏全靠演员的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来传达。他在阴沟里和赵丽颖干了一场戏，真是绝了，逼得人心累到不行。最后那种从绝望中爆发出来的怒火，简直像开了几集的狂风暴雨。这家伙就是个悲催的不能再悲催、死脑筋的人。葛正的演技真是太魔性了，简直能把观众的心都拽到角色里去。还有俩演员借着这部剧一举成名，简直红得发紫。先说男主徐天的演员尹昉吧，剧还没开播的时候，好多人都觉得他的火气跟女主赵丽颖差不多，就像一颗小星星想和太阳抢光一样。看着像小屁孩的尹昉其实已经39岁啦，之前拍过一堆电影哦。以前在《红海行动》里演那个叫李董的角色，还在《少年的你》中当过个帅的掉渣的警察。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有文艺范儿的人，眼睛闪亮的像照明灯，以前多是打酱油的，这次居然霸占了在人间的男主位置。
演一个脑袋里装了好几个小人的徐天，这活真不简单。尹昉的小表情和眼神简直让人心里一颤。尹昉在里头跳的舞真叫一个爽，萌得不行，让人好生舒坦。这部戏里难得的小放松啊！到了最后，他和自己聊了几句，听得人心里猝不及防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那种糊涂的怪可怜，连说服自己解脱都是靠尹昉的眼神来搞定。大家伙都觉得那个平时默默无闻的尹昉这回终于出头了，想象一下他今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剧，真是期待的不得了。另一个角色是柳条儿的扮演者孙谦，她是个喜欢待在广场上却病态的不行的女孩，特别害羞，跟小猫一样。她的心情就像老鼠被困在了迷宫里，转来转去出不去，还天天遭罪。她那双细长的大腿本来就让人羡慕，但居然减肥减成厌四症，吐了之后还得逼自己吃点轻的，真是心痛啊！孙谦开拍之前观察角色，那叫一个细致入微，结果在表演时的眼神和动作，简直就像是从角色主页里走出来的一样，真是贴得紧的不行。这瓶子外表看上去光鲜，里面却藏着个演技炸裂的小演员。最后忍受不了心理的折磨，直接扑进大海，跟条鱼似的拼命寻求那边的自由。要说剧里最遭骂的，非鱼蛋的演员董子健莫属。早前在《蛮好的人生》中，他也被黑得不轻。网友们看剧一瞧，纷纷觉得他真该遭骂，不光气场薄弱，演技更是稀松平常。知道董子健的人都晓得他老母亲来头不小，他随时都有别人追赶不上的资源。小伙子才19岁，就因为青春派一下子火了。年轻时风头火势，拿奖拿到手软，本以为前途无限好，结果不久后就开始往下掉了。几年，很多剧里的角色真让人想扔遥控器，演技全都一锅粥。观众纷纷表示，这货咋到哪儿都能见到呢？不知道董子健是不是就适合演那些青春迷茫的戏？演员总得进步，不能一辈子只会演那种样板戏呀。这回在人间，董子健演了个对母亲爱念念不忘的角色，但他整天都是个瞪眼，像是要看见飞机掉下来的样儿，看起来有点干巴巴的，表现得挺呆板的。在跟赵丽颖对戏时，明显感到他那股劲儿不太足，有点跟不上节奏。好多人都觉得董子健真是可惜，错过了这么不错的翻身时机。要是再继续这么搞，观众可就要跟他拜拜了。无论如何，这部剧还是蛮值得瞧瞧的，已经看厌了那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，偶尔看看这种能戳心窝子的烧脑剧还是挺不错的，给压力山大的大伙儿提供个跟自己内心聊聊天的机会。在人间收官炸场，赵丽颖的表演再次成为观众们讨论的焦点。在这部风格独特、充满心理暗线与人性探讨的剧集中，她饰演的贾小朵以复杂多变、层层递进的内心戏征服了无数观众。从开篇的迷惘到中段的挣扎，再到结尾时的自我觉醒与情感爆发，赵丽颖用近乎无声的演技撑起了角色在剧中最沉重、最痛苦也最真实的部分。观众不仅为剧情落泪，更被她的细腻呈现所震撼。从角色设定上来看，贾小朵是一个被现实压迫却又不甘沉沦的女性角色。她的成长弧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逆袭路线，而是一场充满内耗、自我审视与过去对抗的心理战。赵丽颖准确把握住了这一点，放弃了以往剧中情绪外放的惯常路径，转而选择了一种更为克制、隐忍但极具张力的表达方式。她的眼神变化，她的微表情控制，她在每一个沉默片段中的气息与身体语言，无一不是深思熟虑、恰到好处的演绎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结局部分，赵丽颖与尹昉的对手戏几乎没有台词，所有冲突都压在表情、呼吸和眼神碰撞上。贾小朵6重人格的心理撕裂过程，是全剧最高潮的时刻。赵丽颖在镜头前完成了人格转换的精准切换，不同人格间的微妙差异、情绪断裂感、心理自省的层次递进，
展现得非常细腻。他用不着一句台词，却足以领人心碎，屏息甚至不寒而栗。许多观众表示，明明只是他一个人站在那，但感觉是6个人在争吵，在痛哭，在呼救。双引号，这种内心戏的强度，在国产剧中其实是极其少见的。它不仅对演员的演技是挑战，对观众的理解力与共情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但赵丽颖做到了，她没有夸张的表演崩溃，没有刻意煽情的泪水横流，而是通过镜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角色内心。这是一种极高阶的表演方式，也是演员突破自我的证明。与此同时，剧集结局安排贾小朵与徐天最终共生相守，也给这段充满创伤与救赎的关系画上了希望的句点。尽管不少观众呼喊意犹未尽，甚至希望编剧拍个番外篇继续讲6重人格的后续，但从整体叙事来看，这样的开放式结局其实更能引发深层次的思考：人是否真的可以与自己和解？在众生喧哗的内心中，那个真正的我要如何站稳？赵丽颖本人在收官当晚发布的一条动态也极具深意。她写道：愿每个被撕裂的灵魂都能重新缝合自己。这一句话不仅回应了角色的宿命，也触动了无数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面临心理困扰与情感创伤的观众。许多人留言表示，看剧的过程像是一次心理疏导，赵丽颖把我们不敢面对的痛引了出来。第一次意识到，演员不是靠哭喊打斗来征服观众，而是靠真诚，靠角色的信念感。双引号。此外，这部剧也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赵丽颖作为演员的广度和深度。从陆贞传奇的青涩坚韧，到楚乔传的英气果敢，再到幸福到万家的现实理性，如今的在人间则完全是一次内向挖掘的表演探索。它不再依赖外部环境或剧情转折来推动角色命运，而是通过内在世界的层层剖析来展现人物的变化与挣扎。这种表演方向的改变，标志着他已经从流量偶像真正走向实力派演员的行列，甚至具备挑战更先锋艺术作品的能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人间虽然话题性极强，但整体热度并未完全爆发，部分原因是其题材与表达方式不够讨好大众。但这也正是它的可贵之处，在娱乐至死的当下，还愿意有人以人为题，以心为魂，去创作这样一部非主流、非套路的剧集。赵丽颖选择参演这部剧，也显示了她的艺术判断与职业勇气。她用作品说话，不炒作，不走捷径，坚持深耕角色。这种慢下来的姿态，在当下内卷的娱乐圈中尤为难得。剧中人未散，角色的情绪与命运仍在每位观众心中回荡。赵丽颖通过贾小朵传达了一种破碎中的完整，让人看到，即便增千疮百孔，一个人也能在理解、接纳和爱的过程中慢慢缝补自己。而这种内心的力量，正是本剧最震撼的核心价值。在最后，也想借赵丽颖的这部《在人间》，对每一位观众说一句：每个人心中或许都藏着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，但只要你愿意直面它，哪怕缓慢，哪怕跌倒，你终究能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。愿我们都像贾小朵一样，在人生最痛的裂缝中，找到通往光亮的路。在人间或许已经落幕，但关于人的讨论、人心的探寻、演员的突破，这一切都刚刚开始。我们期待赵丽颖未来能带来更多这样真实、有力量、值得被反复咀嚼的角色，也希望观众们在剧集之外，继续保有对人性的关注与温柔。这才是影视作品真正的意义所在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